假如蒙古国宣布加入北约，它的下场会跟乌克兰一样吗？关于这个问题，就事论事。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恐怕它的下场会比乌克兰更惨。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蒙古国是一个标准的小国，这里的小是根据各种维度的评判后做出的综合结论。毕竟，单看国土面积，有156.65万平方公里的蒙古国并不小，约等于我国国土面积的1/6，是世界第2大内陆国。那为什么将其称为小国呢？因为外蒙古已失去了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可能。联合国贸易署的统计部门曾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进行过同标准化的精算和统计，以此为依据列出了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而蒙古国就赫然位列其中。2021年，蒙古国的全年 GDP 仅为151亿美元，还没有我国内蒙古一个地级市的水平高，因此蒙古国被外界群嘲说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穷也成了蒙古国的心病。虽然穷，但蒙古国的资源贮藏量并不贫瘠，相反还很可观。蒙古国有很多矿产资源，种类众多，还量大。比如常见常用的煤炭资源，探明总储量达1600亿吨。虽然无法跟我国相比，但是放眼亚洲也是位居前列。此外，还生产金银矿石、铜矿石、铁矿石等矿产，其中铁石矿探明总储量有20亿吨。是整个亚洲。还有磷矿、原油和稀有金属资源，总量不菲，可谓得天独厚。但是由于技术受限、设备落后，再加上矿产企业生产、贮存和运输的基础设施不完备，因此蒙古国的矿产开发能力并不高，产能很低。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国空守金山而不富。再者，蒙古国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身居内陆，没有海岸线，自然也就没有出海口岸。而现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壮大自身或者提升国际地位，对外沟通交流与国际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连对外口岸都没有的国家，蒙古国很难跟外国建立外贸关系，更别说走出去了。自身地理环境的局限性似乎注定了蒙古国只能安心当一个偏安一隅的内陆国家。事实上，在立国之后的这些年以来，蒙古国秉承的外交方针就是偏安一隅，交好有邻。而作为蒙古国周边唯二的2个邻国，我国和俄罗斯是蒙古国无法回避的外交对象。毕竟，蒙古国无论是建立出境公路，还是建立国际航班，都要从中俄2国的领土领空经过，不打好关系是不行的。但蒙古国却不甘于此，试图摆脱对中俄2国的依赖，舍近求远，寻求新的大腿。而被蒙古国挑中的这根新的大腿，就是与蒙古国远隔重洋加万水千山的美国。那么，美国这根大腿好抱吗？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随之结束，美国成为了冷战的事实胜利者，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再受到苏联掌控的蒙古国产生了向西方靠拢的想法。这种突破地域限制的外交理念被蒙古国称为第三邻国外交战略。简单来讲，蒙古国想在中俄2国以外的第三邻国广结善缘，联合制衡，利用地盟来强化外交关系，确保用1+1大于2的力量来增强本国的政治力量，从而在国际交往上增加筹码。在此理念的基础上，蒙古国开始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对话，力求与其建立非接触的域外邻国关系。近年来，外界甚至传闻蒙古可能寻求加入北约，引起了周边国家不小的担忧。其实，蒙古国最初想要寻找的第三邻国并不包括是西欧国家和欧盟。但是我们前面也讲了，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很尴尬，不仅远离欧洲，还被俄罗斯和中国这2个国家所包夹。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政治上，都很难跟欧洲产生联系。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意蒙古国加入欧盟或者联系欧洲，那么蒙古国就连递交书面申请或者出使访问都做不到。因为中俄2国一句边境封锁、领空进入，蒙古国就得面临飞机飞不出去、汽车开不出去的窘困境地。所以欧盟对蒙古国的申请并不感冒。更何况这一时期的蒙古国除了很差的区位条件以外，经济上处于欠发达程度，资源也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完全没有任何吸引欧洲的优点。发觉入欧无望的蒙古国，这才转而把目标转向了美国和北约。不仅其国内媒体向美国示好，政府还与美国积极对话，从各种角度表达了自己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合作的意愿。那美国什么态度呢？很乐意充当蒙古的第三邻国。不管是美国还是北约，对于盟友的考量，并不是单单只看是否忠心，不是一腔热忱表忠心就欣然接受的，是要看作为盟友是否具备价值。而蒙古国虽然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军队实力勉强自保，但在地缘博弈中却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与蒙古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可以牵制中俄，还能把美国在东亚和中亚的战略布局连成一片，打造完整的对华包围圈。美国自然愿意。至于若蒙古国要加入北约，其下场与乌克兰相比如何这个问题，我想中俄两国都会教他做人。假如蒙古国宣布加入北约，他的下场会跟乌克兰一样吗？现实是，如果蒙古国走了乌克兰的老路，有可能更惨。乌克兰虽然没落，但好歹也曾是苏联的加盟国。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部分军事遗产，军事实力虽然比不得中俄两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中东亚这一块也算劲旅一支。成建制的装甲部队、飞机、火炮，还有老旧的舰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远不是蒙古国军队可以比拟。如果说乌克兰能够抵抗一时半会儿，那么蒙古国可能连半天也抵挡不住。另外，俄罗斯一直将蒙古视为自己的后花园，蒙古国境内又多是平原，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以俄军的机械化作战能力，半天打到乌兰巴托并不是难事。倘若如果蒙古国真的宣布加入北约，那就明面上撕破脸了，我国势必不可能袖手旁观。蒙古国不仅与我国接壤，而且可以说正处于我国的版图中部，更是我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如果北约把手伸进来，对我国的国防安全将会非常不利，事关我国的切身利益，我国肯定不会首先就大兵压境。但是调集军队北上，保持一级战备状态，给予军事威慑却是一定的。蒙古国不像乌克兰一样有海上口岸，能够接收西方的军事援助，届时蒙古国将会在后无援助的情况下，同时面临俄罗斯与我国的两面包夹。试问，以蒙古国的弱势，又怎么能够抵抗得了？而且事情到这还没完，自此以后，蒙古国在中俄两国的外交名单中信誉程度就会下降，届时其在国际上的处境将会更加难堪。因此，蒙古国还是别在这件事上任性了。中国古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制小鱼，要掌握火候，更要有耐心。其实，虽然外界常调侃蒙古国是捧着金山要饭，但以蒙古国的资源丰富程度，靠着资源开发与冶炼产业，迎来经济发展的腾飞时刻，并非是完全不可预见得到的。历史上，我国靠着与苏联的关系亲厚，得以引进苏联的先进技术，后来通过艰苦卓绝的自主研究，才有了如今的强大中国。而蒙古国现今缺乏的，无非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蒙古国可以自己争取与中俄两国的合作，来促进自己的发展。毕竟，中俄两国都是崇尚平等外交的友好国家，绝不会吝惜于点滴利益而置有邻于不顾。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蒙古国第三邻国的执念是时候放下了。在中缅边境盘踞长达20多年的果敢同盟军被中央政府解除武装，自此宣告瓦解。不料5年后，领袖彭家声竟重组同盟军，并频频打出不分裂、不汉族主义旗号。此举不禁让人猜想，这支隶属于缅甸、生活在缅甸的部族究竟要干什么？频频打出与中国相关口号的背后，与我国又有何渊源？果敢，一个稍显拗口的词汇。追根溯源，这个词语取自善族语，果意为酒，敢意思是户口，连起来就是9户人家居住的地方。从史实来看，果敢一词的来历不无道理。公元1659年，南明皇帝朱由榔为躲避清廷追杀，带领数千名汉族随从一路从中国境内窜逃至现如今的果敢一带。公元1662年6月，朱由榔落入吴三桂手中，并被其处死。朱由榔被杀后，大批汉族随从无家可归，他们为逃避清廷的迫害，只能以明朝移民的身份就此留在果敢生活。与此同时，果敢地区还汇集了一大批云贵川一带的汉人，他们通过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来到此地，是往返于中缅两地的商贾马帮。因为长期停留在缅北一带，而就此定居下来。后来，果敢被纳入清廷版图，满清统治者在果敢设立木帮宣慰司，这批汉人又重新被置于清政府麾下。汉人杨氏被选为果敢土司，奉命世代镇守此地。因为路途遥远，地域狭小，交通不便，清廷在收复果敢后并未投入太大精力，很多情况下都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果然名义上隶属大清，但实则却是清政府统而不治的化外之邦。尤其步入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华大地，自身难保的满清贵族愈发无暇顾及果敢这一弹丸之地，这也为后来果敢被侵略、被划入缅甸版图埋下了伏笔。1885年，英国殖民者全面占领缅甸，随后将目光朝向大清王朝。1897年，英国人武力胁迫清廷签署边界条约，首次将果敢强行并入缅甸领土。至此，隶属中国云南的果敢地区正式成为缅甸版图一部分。流淌着中华血脉的果敢民众，摇身一变成了英国殖民者治下之民。
20世纪40年代，随着英国人从亚洲被赶走，果敢也顺理成章成了缅甸的一部分。1960年，中缅签署边界条约，考虑到缅方的实际需要，中国政府同意将果敢地区交给缅甸。然而，进入60年代后，缅甸迎来军阀混战时期，不甘屈居人下的果敢土司杨氏一族也开始蠢蠢欲动，脱离缅甸掌控。杨氏领导地方民族武装一度切断了缅甸政府的联系和统治，成为这片小天地的实际掌控者。1968年1月，缅共武装开辟了缅北根据地，杨氏武装选择与缅甸政府合作，一起对付缅共。但好景不长，杨氏武装被吃掉，果敢一带彻底落入缅共掌握之中。1989年3月，缅共东北军副司令彭家声宣布脱离缅共，发兵控制了果敢一带后，随即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以及果敢同盟军。3月底，果敢同盟军与缅甸政府签署停战协议。同盟军名义上归属中央统治，但拥有独立的政府、军队、税收和法律制度，不对中央承担任何义务。自此，果敢在同盟军的统治下开始了长达20年的自治。但随着缅甸国内政治动荡趋于缓和，果敢同盟军也迎来了末日。2008年，缅甸政府颁布宪法，规定境内所有武装力量必须统一归国防军指挥，并要求将非政府武装改编为边防军。2009年6月5号，果敢同盟军拒绝了中央的整编计划。同年8月，双方在果敢发生交火，短短半个月，果敢同盟军走向分裂。随着军队副司令投靠中央政府，果敢同盟军宣告溃败。2月29号，彭家声所率部队四散，被人不知所踪。年底，果敢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央政府控制的边防军，果敢同盟军政权迎来末日。但令人想不到的是，5年后，彭家声竟重出江湖，突然宣布重组部队，果敢同盟军死而复生。从2014年死灰复燃开始，果敢同盟军屡屡与缅甸政府军爆发冲突，双方摩擦不断。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果敢同盟军一再对外放出消息，宣称并非要分裂，更不奉行大汉族主义。此话一出，立刻让外界联想到了毗邻果敢的中国，也不禁让人揣测，果敢同盟军的复苏以及后续所作所为，难道与中国有关？从地理位置上看，果敢位于善邦高原北侧东侧，紧贴着中国云南。极近的地理位置，历史上长期交流往来，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民族连结，让果敢民众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游荡在大街上的民众嘴里大多操着云贵川腔调的普通话，他们穿着中国式的服装，用着中国制造的手机，就连电话号码开头区号都是统一的云南临沧地区0883。对于果敢人民而言，他们的归属从来都不是缅甸，而是中国。从中国迁移至此的汉人，随着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油然产生了一种渐趋强烈的民族依附、情感归属，并扩散到整个民族，形成整体民族意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既然对中华民族情感趋同，果敢同盟军为何还屡屡打出非大汉主义旗号呢？其实，对外宣称自己不分裂、不大汉主义，也是果敢同盟军的无奈之举。因为心向中国，身在缅甸的尴尬处境，正将他们推向再次覆灭的危险边缘。伴随着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并不断强化，果敢人逐渐开始对其他民族产生潜在的排斥情绪或意识。果敢人在缅甸没有正式的国民身份待遇，他们持有的是政府颁发的特殊身份证。持有此类身份证者不算作缅甸国民，不许进入缅甸内地。按照国际法规定，果敢族既然属于缅甸民族之一，理应享有缅甸的国民身份，但果敢人却被视作异类，迟迟得不到正式的法律身份。事实上，果敢人在缅甸的政治身份一直处于缺失状态，于是乎，政治身份缺失的果敢人只能将身世来源当作法律身份的归属。与此同时，大缅族主义也在排斥着果敢人向缅甸社会的融入。在缅甸境内，相较于其他民族，缅族具有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高度的政治参与度。作为缅甸主体民族，他们对其他少数民族总是怀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尤其是针对果敢人。大缅族主义的来源一度可追溯到1948年独立初期，彼时的吴努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热衷于大缅族主义，笃信在缅族化下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统一。为此，吴努政府否认缅甸各族之间的差异化，认为各族从摇篮到坟墓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他反对少数民族建立封闭的族群，努力推动着大缅族主义国家的建立。奈温政权时期，大缅族主义愈发泛滥，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奈温比吴努更加激进。他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缅甸政府军，政府军从将军到士兵清一色由缅族人担任。
奈温甚至贬低少数民族，将少数民族与反政府武装等同起来。在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理念引导下，果敢同盟军与政府军2009年终于爆发冲突。2008年5月，军政府强行命令所有少数民族武装接受改编，否则将受到军事打击。对于果敢地区，军政府要求果敢特区改为自治县，50岁以上军人退休，其余军人改称边防军，军事编制由3000人缩减至1160人。果敢同盟军不肯，双方遂爆发冲突，最终果敢战败。纵观果敢人的经历，不难发现，他们不乐意融入缅甸社会是一方面，但更严重的是，大缅族主义主导下的缅甸对其具有强烈排斥、贬低心理。或许正是如此，彭家声才会毅然恢复同盟军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为果敢人民发声，争取应得的政治权利和生存地位。但与此同时，果敢同盟军一定程度上又要与中国与汉族划清界限，于是便有了同盟军种种不分裂、不大汉主义的宣言。果敢族一支因历史、地缘、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交织催生出的特殊民族，他们身处缅甸，心向中国，受限于大缅族主义的排斥，再加上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趋同，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应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不知不觉中，果敢族成了游离在两国中间，找不到归期之所的可怜人。重组果敢同盟军，同时又尽可能避嫌与中国关系，正是这支民族心酸又无奈的真实写照。